马英九率台湾青年9号上午前往八达岭长城参观，并且在长城上集体合唱长城谣。下午，马英九一行赴北大交流。马英九在致辞时分享了他对于两岸青年交流的观察与想法。8号晚，马英九还到冰丝带和鸟巢游览，在鸟巢最高点打卡拍照，气氛十分欢乐。 马英九一行于9号上午在国台办副主任潘贤长的陪同下，前往八达岭长城游览，一路上与游客热情互动。大家好。马英九与台湾青年还在长城上高唱长城谣。长城谣是一首爱国歌曲，歌曲控诉了日寇暴行，倾诉了人民被迫离家流浪的苦难。 表现中国人民威武不屈、团结斗争必胜的信心，在海峡两岸广为传唱。深圳卫视注意到，唱到“4万万同胞心一样，新的长城万里长”一句时，马英九哽咽拭泪。4万万同胞心一样，新的长城万里长。 随后，马英九还眼含热泪说：“每次唱起这首歌，都会被感动。” 这个歌从我们小学的时候就会唱，是不是？好吗？唱得很感动。当解说员提到所在城楼是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率军民兴建的，马英九幽默地说：“我知道，我跟他很熟。”深圳卫视注意到，中国国民党许多重要人物都曾登过长城，包括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 孙中山曾评价长城：“中国最有名之工程者，万里长城也。工程之大，古无其匹，为世界独一之奇观。” 随后，马英九率领台湾青年赴北京大学交流，北大校长龚其煌、党委书记郝平以及在北大任教的乒乓球奥运冠军丁宁陪同参访校园。郝平笑称，马英九的到来带来了好天气。 值得注意的是，郝平去年7月曾率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湖南大学5所大陆高校师生赴台参访交流，丁宁也是当时的团员之一。今天的马英九一行参访大陆的第9天，我现在呢是在北大今天下午呢，台青和北大师生呢在这里会有一个交流会。那从此次行程也可以看出呢，促进两岸青年之间的交流呢，是马英九率台湾青年2次访问大陆的主题之一。那去年的话呢，其实马英九呢是带领台湾的这个青年学生造访了武汉、湖南和复旦3所大陆高校。那随后的话呢，马英九基金会也曾邀请5所学校的师生参访台湾。当时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带团的应该就是北大的老师，所以此次的这个北大行也被外界视为是一种友好的回访。 作为爱国青年运动的重要发源地，兼容并蓄思想自由的北大呢，吸引了众多的台湾青年，也让北大成为了台湾青年来大陆读书交流的梦中情校。那此次马英九率领台湾青年到访北大，既是对历史的一种追溯，也是对两岸青年交流的一种激励。 在北大校园参访期间，马英九遇到北大学生打太极，还邀请马英九一起体验。其中有1名学生来自台湾，马英九十分亲切，脱下西装外套一起体验。结束后，他好奇回问：“所有来北大演讲的嘉宾都有打太极吗？觉得我武功有所进步，引得众人笑开怀。” 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厅进行交流时，马英九表达了对两岸学生进一步交流的期待，并邀请北大师生回访台湾。我也要再次邀请北京大学的老师跟同学能够回访台湾。 北大校长龚其煌表示，两岸文化同根同源，海峡民心相通相连，家人间的常来常往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此次赴北大交流也是一次老朋友之间的叙旧。就在两岸学生在临湖轩交流时，去年在大陆学生访台期间建立起深厚友谊的北大学生杨晨和台湾青年刘炳瑞，这次现场相见甚欢。刘炳瑞还说，这次来大陆最期待的就是来北大和陈哥见面。人跟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亲近，其实恰恰能反映出人心之间的这样一个距离和流动。作为一个学生，作为一个个体，感受到马英九先生的可爱。深圳卫视注意到，在8号下午与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会见时，马英九就表达了赴北大交流的期待。他回忆起去年参访大陆，又邀请大陆学生回访，更让他确定两岸间学生的交流的必要性。这次带着年轻朋友访问大陆，
为的就是继续推动两岸青年交流。马英九还指出，两岸之间存在历史遗留下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有交流往来所遗留的事务性问题。但因为过去两岸有9·2共识作为共同政治基础，坚决反对台独，才能搁置争议，拥有互信，共创双赢。他特别强调，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ECFA）。即使是民进党当局也不敢贸然废止，再次显现了两岸人民在经贸生活上的实际需要，是政治切割不开的。他表示，两岸仍需要持续交流，尤其是年轻人。未来他会继续推动两岸青年交流，为两岸和平发展更尽一份心力。当晚，马英九还率台青参访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并夜游国家体育场鸟巢，登上鸟巢最高点打卡。马英九称赞北京夜景很美，也留下活泼的打卡照。跟着马英九一起走全程的台湾学生参访团成员们也惊呼，在最高点看北京很不一样，纷纷把握机会拿起手机自拍。参访结束时，马英九还和游客热情互动。在以色列突然大规模撤军后，与哈马斯的最新一轮停火谈判依旧没有取得明显进展。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对外宣称，以军攻打拉法的行动已有时间表。以色列为何执着于进攻拉法？巴以冲突全面停火是否仍遥遥无期？与此同时，联合国安理会重新审议巴勒斯坦提出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申请，又意味着什么？对于巴以局势会产生何种影响？联合国安理会当地时间8号重新审议巴勒斯坦提出的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申请，决定将此申请交由其常设的接纳新会员国委员会处理。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当天表示，这是历史性的一天。And we sincerely hope, after 12 years since we changed our status to an observer state, that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elevate itself to implementing the global consensus on the two-state solution by admitting the state of Palestine for full membership. 据了解，该委员会由安理会15个成员组成，8号下午开议，形成结论后报告安理会。安理会在决定是否向联合国大会提出建议。以色列方面则对此表达不满。根据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接纳新会员国需经安理会推荐，由联合国大会作出决定。由于接纳新会员国为实质性议题，安理会的决定需要至少9个安理会成员同意，且未遭常任理事国否决。联大表决则需要会员国2/3多数同意。由于常任理事国美国的阻挠，巴勒斯坦2011年9月申请成为联合国会员国未获安理会通过。据美联社本月初报道，美方此次仍持相同立场。对于巴勒斯坦来说呢，他们是利用了这个所谓的弱者优势，也就是说，因为他受到了很大的损伤，所以说呢，他利用这种国际同情来更进一步的往这个联合国迈进。我想说，这个对于巴勒斯坦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8号明确表示，对拉法的大规模军事入侵将对平民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并将最终损害以色列的安全。It's not just a question of Israel presenting a plan to us. We have made clear to them that we think that there is a better way to achieve what is a legitimate goal, which is to degrade and dismantle and defeat the Hamas battalions that still remain in Rafah. 以色列呢，它就是用力过猛，操之过急，所以说就使得呢，它伤害了这么多的这个巴勒斯坦人，而没有办法获得国际的这个普遍的支持。